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国安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前子好，大家好。好，来看看高市早苗的豪赌大胜利哦。这个自民党现在是狂胜316席，单独跨越修宪门槛，总共有465席。这个日本的众议院哦，高市早苗带领的自民党单独拿下316席的大胜利，单一政党席次不仅是战后第一次跨过2/3，因为它单独嘛。也写下了战后单一政党最多席的记录，所以你可以看到高市早苗昨天到今天哦，看起来都笑开怀。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在野的立宪民主党跟公民党组成的中道改革联合重挫，现下席次哦只缩到不到1/3，只有49席。所以你看到，包括他们的主席哦，两党的主席要请辞。我们看到野田佳彦还有齐藤铁夫哦，今天宣布辞职。包括冈田克也哦，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他针对台湾有事的议题去质询高市首相的哦，也终结13连败落选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包括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上面的大事件哦。川普哦，这个当然居功厥伟啊，大家认为他有尽这个一份力哦，所以高市早苗也发文谢谢他。那另外呢，他深夜哦，昨天深夜在 X 平台上面用日文、英文双语来发文，说衷心感谢川普总统热情致辞，并且期待今年春天访问白宫。哦，那川普有立刻回应了，他说恭喜高市早苗压倒性的胜选，而且称赞他提前选举非常大胆。而且很聪明啊，很明智哦。那中国大陆这边的立场和声明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他说选举是日本的国内事务，美日处理双边关系应该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哦，讲的是很中规中矩。那这个川普表面当然看起来非常高兴哦，可是据说他私下生气什么呢？他说不满意日本拖延了5500亿美元的投资啊，哦这么慢，哦我们美国对你这么好，你是不是怎么回事？想反悔吗？哦这个可能最后哦对于日本的这个力道哦施压还会再加强，而高市早苗获得胜利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非常多，包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我们看到靖国神社，他要不要再去拜呢？哦，这个有记者问他，高市的回应是说，我会先取得周边国的理解，讲的应该就是中国大陆吧。那这个政坛他的政权更稳固了之后，我们看到日本的防长小泉进次郎，他说我们始终开放跟中国大陆对话哦。那当然，未来这个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是所有这个可能要观察国际外交政治的重中之重。那日本现在的国防、它的武器、它的装备又是如何呢？现在首批 F-35B 的战机服役了哦，像是出云跟加贺号这个战舰都这个部队也即将成型了。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有所谓官网的这个色彩，有官方色彩的一个公众号。牛弹琴哦，他说高市赌赢了，可是日本却更危险了。第一是什么呢？日本修宪独武的风险，穷兵黩武有没有可能？第二，日本可能更加民粹化。第三，日本的经济豪赌的风险，因为虽然他已经把这个货物税给取消了，可是各种的税加税的部分，还有日本的经济啊、财政啊，还有日币贬值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风险高市早苗可能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另外还有一个国家也做了这个国会改选，我们看到这是来自于泰国的自豪党，它的席次翻倍，也变成国会的最大党。原来是原本是70席现在变成了190席，跃升为国会的第一大党。那这一位首相他叫做阿努廷，他出身华裔的政商世家。立场比较亲中，他上任之后呢，积极推动中泰合作，并且视中国为重要的伙伴。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我是100%中国人的后代。”所以国际的情势为您介绍到这里，来请教亮哥怎么点评？那个高市早苗是众院取得2/3啦，
那日本宪法第96条规定要修宪，要2院都要2/3啊。那目前自民跟维新在参议院只拿到115席啊，他总共有248，所以他是拿不到2/3的啦。他即便把参政党、国民民主党都加进来，也只有151席，距离2/3 166还差15席，所以他不能修宪嘛。对，日本的修宪门槛非常高，这个美国当初设计就故意的嘛，而且还要公投，最后，最后是过全体选民一半。对对对，那基本上参议院不能解散，这也是故意的啦，就是防火墙嘛。他每一次他任期6年，那3年改选一半，那下一次的改选是2028，对，所以高市早苗用不到了啊。不过高市早苗拿到2/3。笃定他在众议院可以通过所有的政策还有预算啊，这个还是影响很大了啊，因为自民党向来都是这样嘛，就是我通过一些政策，那你认为他在违宪边缘啊，是，那反正我就是有办法搞定了啊，这安倍以前就搞这种招数啊，所以未来我估计他会让行政权大幅扩张啊，比如说反间谍法。这个一定会过，因为高市在电视上有公开讲过啊，那也会扩大国安的权力了啊，那这个部分基本上不用修宪，然后也比如说自卫队，他本来说要入宪嘛，是没有办法，可是他就会通过一些政策，让自卫队在各种法案里面都出现名称了啊，他大概会用这种方式啊。不过那个你刚刚讲的对了，他真正的挑战倒不是跟中国的军备竞赛啦，因为坦白讲差蛮远的啊，他真的要跟中国做军事竞争，还是要靠美国啦。那他只是希望日本能够在更多的军事决策上，能够让他有更大的空间啊，比如说攻击性的武器可以出口，像这一种的，还有。希望美国能够卖给他核动力潜艇啊这一种的，那可是我觉得他的经济啊挑战很大。其实你看，川普在第一时间就提醒你，5500亿还没来哦，而且他未来国防预算要增加，他本来想法是透过国防产业的供应链，然后国防预算增加到2%嘛因为他2%就有1000亿美元。那可以来带动日本的经济，可是也卡到了，因为中国大陆禁售稀土给你啊，所以你也卡住啊，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坦白讲经济的问题蛮麻烦的啦啊，而且目前日本的国债是 GDP 的230%，这是世界第一哦，那当然它是得力于都是内债了。日本央行就占50%啊，然后银行、保险业大概又占30几%啊，那只要大家不卖，它就暂时安全啊，所以它就是借由印钞嘛，然后再叫银行、保险业来认购，用这来增加财政的支出啊，可是这样能撑多久？很多人会打个问号了，因为它的经济的竞争力。并没有明显的提升，日本的经济其实蛮麻烦的啦。最近10几年来，这个科技产业的突破，日本几乎没有一个跟上的。你来干嘛？手机没有跟上，半导体没有跟上，人工智能没有跟上，甚至你最强的汽车产业，它最强的10大公司有4家是汽车公司。目前也面对中国电动车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如果没有办法在对外的竞争找到一个新的主流啊，那我觉得它搞不好是一个没落中的国家。是让它的日币1年来贬值幅度超过40%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台湾的人均 GDP 会超过日本，就是因为它贬值，就是因为贬值嘛。可是
台湾的半导体跟人工智能都跟上了，是日本没有啊，所以我们去年不是成长率8.4吗？对，就这个带动嘛，日本就没有。对，那去年韩国也高涨，有往上走，也一样，对，因为都有跟上，可是日本没有跟上，我觉得这个才是它比较大的困境。对，它有非常多的问题和挑战要面对。来，请教严老师。我想我们看，刚好这个两个这个国家啊，都是君主立宪的，然后都是我们讲说内阁制的国家，然后刚好又都解散了国会啊，所以这个选举真的是还有一些可以看的啊。那我觉得就是。当然，如果你看今天泰国的这个选举，它在去年，因为泰国这个政治就是一直是不稳定的啊。我们如果跟日本比较，日本你看从19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一个自民党啊，那其他党有些会变化，然后换来换去的，而且有一些移动，但是自民党就永远在那里。所以日本看起来就是它那个自民党的这个实力啊，就是很难被取代。但泰国不一样，泰国这个政党就是一直换名字，跟日本其他小党一样换名字，但没有一个大党能够留住。然后好不容易，比如有强人，包括过去的这个 Thaksin， 他们这些人出来之后，一下子又有很多贪污事件或者被军人推翻。那现在这一次选举也是因为军人执政就推翻了上一次的政府之后，连续2个我们讲过渡政府。然后最后就是现在的这个泰自豪党跟这个人民党，他们决定说好，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什么联合内阁愿意组，但是呢4个月之内一定要选举，所以他们就答应了。那然后就去年年底解散国会嘛，那现在这一次就选了。那选了之后，原来的这个人民党是第1大党啊，然后泰自豪党是第3大党了啊，结果现在变成是。他是第1，一下子增加了这个100多席啊。那我觉得就是说，马上看起来，虽然说泰国是500个席次嘛，那你要250席过半，251席，他现在190几席，然后如果跟第2大党加，那就没有意义。可是第2大党这个人民党只有118席了，然后他再加第3大党就是为爱党就是塔信他们以前的，那2个加起来也不过半。所以最理想到最后看起来就是第1大党跟第3大党合起来所以虽然这看起来就是塔信的家族可能还有机会在政府里头扮演一个小的角色，可是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这个现在就是泰自豪党，那他的这个党魁那我们习惯如果用中文名字就陈希尧，他。因为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是中国人嘛，那如果说他来执政的话，是在这几个领导人当中是年纪比较大一点，但是比较稳重那如果今天泰国继续这样子，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话，大概可以稳定一下子我觉得这个是泰国现在的情况。那日本，我认为他们今天这些反对党就是无论如何，你们要重组。要有一个我们讲就是说让大家认为是可以来挑战自民党，因为你全是一些以前还说一中什么几小现在连中的都不够了。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日本的这个反对是，你看台湾的政党很少变。过去20年没有什么，就增加了一些，然后可能没有，但是主要政党都还在大党都在2个大党一直都在嘛，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日本如果今天要看到自民党会被轮替，那你其他小党一定要有一个整合的一个情况，对，一定要不然很难抗衡，很难抗衡。来，请教将军，这一次日本众议院改选，自民党获得了465席之中的316席过了2/3，我认为会，跟地缘这个周边的这些互动我认为会有2个。第一个，它跟俄罗斯，我认为跟俄罗斯，日本的北方四岛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所称的这个南千岛群岛，那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日本跟俄罗斯这方面的关系还有这种张度紧张，我认为不会缓解，因为高市早苗应该他是采取比较略为强硬的立场。那跟中国大陆来看的话，那中国大陆的话，这历史的这些纠结或者是这种仇恨，我认为会台面化。关键日本跟它的这2个大的邻国俄罗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高市早苗的这个席次获胜，
我认为这个张度会增加。那这个来看的话，我认为高市早苗上来对日本的军事来看呢，会有3个趋势。第一个趋势呢，日本它会强化军力，因为它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国防预算增加，像美国所采购的军武装备就增多了，增多之后军力会增强。那这个我认为这是个趋势。那日本军力增强之后啊，紧接会到第2个。那第2个的话，就是因为美国在日本有驻军，然后美日有军演，我认为军演的频度甚至天数，我认为会增加，因为日本可能会跟美国在军事上面的互动，因为军购的关系，会产生频次比较高的往来，那可能就会比往常在第1岛链，或者是甚至到第2岛链，也可能会在日本海周边进行海空的联合训练。那第二，日本也学了美国这一方面的战术战法，也来印证像美国所采购的这些武器装备符不符合日本的建军需求。我认为，所以美国跟日本的军演的频次会增加。那第3个现象呢，认为日本会强化西南诸岛，会将西南诸岛军事化。那军事化呢，这边的防空飞弹也好，甚至反弹的这些地空飞弹，还有的地对舰的飞弹的部署，我认为它这一方面的这种强度会增加，那就变成西南诸岛的这个军事化的这种趋势啊，会往这个方向去走。同时，它也会对菲律宾，因为菲律宾跟中国大陆在南海有主权的纠纷，黄岩岛也好，仁爱礁也好，仙滨礁也好等等。那菲律宾毕竟它太弱，还是要靠日本来这方面的给它的资源。可能日本会把一些太除的装备支援给菲律宾，这样的话，日本跟菲律宾的军事上的互动呢，也会比往常来的频密。好，观众朋友，您读过《孙子兵法》吗？现在老外都在读，我们来看一看。Sun Tzu, Art of War. For someone to write about the art of war in that way, preceding everyone. So Sun Tzu is a great contributor. What particular strategy manifested by Sun Tzu impressed you the most that you think can still apply That to you modern can day win world? without going to battle. You can win without going into battle. That you would maneuver yourself to a position whereby your opponent or enemy or foe would withdraw. So you check him. 他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秘书长，名字叫做盖特哦。您刚刚听到他的访问哦，主要是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大陆跟沙烏地阿拉伯这些中东的国家有一些联合纵横，包括您看到防务展，大概就是一些国防一些军工产品的展览哦。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展示舞台上面有非常多的军武的展示，包括了歼35、歼10 C1，还有动752栖的攻击。建的一个模型哦，所以你看到吸引非常多人来参观。那透过画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有记者在现场也体验的这个是机器战狼它的沉重的能力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中国大陆的北方工业公司在2026年的沙烏地阿拉伯世界防务展上面的机器狼哦，像这样子的一些展示。那当然这个军工武器，像国防的实力啊，都在各种的肌肉在展现。可是我们看到美国智库呢有一个新的报告出来了，提到了中国大陆到海外去投资，过去在美国，尤其是北美或者是在欧洲啊，其实有很大的投资。可是现在洗牌了哟，资金从西方转向了中东跟非洲哦。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的直接投资展现强劲的增长。达到了1240亿美元这么多，也创下了10年以来的新高峰。不过重点在这里，它撤离了北美还有欧洲的市场，把重心转到中东还有北非以及亚洲地区，有一些消长。那讲到中东这个地方，现在有一个不定时的炸弹，就是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川普说要打伊朗，可是到现在没有动手，两边坐下来谈，可是川普到底要什么呢？边打边逼谈判，他要掐住伊朗的软肋，重组中东吗？其实我们都知道防止伊朗拥有核武是川普的目标跟目的哦。那另外呢，伊朗也不是塑胶做的，他说如果你敢动手，我要打死你7000美军大概4000名美军。
因为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国在中东有很多的基地，所以伊朗就说，如果你对我动手，我就会去攻打你在中东的基地，我会全面的反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美国已经在中东大概20处的军事基地完成了飞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其中包括爱国者防空飞弹以及萨德反弹道飞弹系统。中东的情势现在看起来不是很稳定，可是这个 AUKUS 我们知道这是由澳洲、还有 UK、英国跟 US 这3个国家联合的一个所谓在军事跟外交上面的联盟，现在松动了耶。包括澳洲不断的在抱怨什么呢？他说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军事整合啊，根本就是占尽了美国就占尽了便宜嘛。我们看到澳洲绿党国防与外交事务的发言人大卫他就说，美国的分工方式啊，根本就是一个假象我们这个 AUKUS 的协议以数十亿公共资金为代价，将澳洲的主权危险的非常危险的要让渡给美国的利益，包括你看到澳洲的前总理他也发话了，他说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因为在我们西澳你可以有一个基地潜舰的基地，还有船坞，那是由我们自己澳洲自掏腰包，我们出的钱，而且潜舰你美国也没有说要给我们啊。之前有说要卖这个所谓的这个核子潜舰，可是现在又没有了所以所有的好处都被你美国给占了便宜。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中国银行，他说持续打造伦敦离岸人民币市场这个是最近呢，我们看到中国跟英国的金融工作小组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银行的董事长他就说可以啊，伦敦很可以啊，可以成为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来，请教亮哥。这个中国投资版图的方向我觉得这个只是2025年啦，因为2026你可以看到欧洲跟美国拉得更开。那今年英国才刚去访问中国嘛，接下来又有德国，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年在欧洲应该也会有更多的布局啦。所以每一年都有一些特殊的事件所以未必要这样看因为坦白说了，那个中东跟北非能够投资的也蛮有限的啦，因为有钱的国家就那几个实际上都已经去了那川普现在在伊朗我觉得是进退两难因为动武又没有把握把政权推翻，那动武要干什么？那提出来的谈判的议题我觉得自己卡住了。比如说你要伊朗不要发展核武嘛，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2017年伊核协议是你川普退出的那个时候伊朗都已经答应了，愿意核浓缩限制在 3.67%， 结果你美国自己退出，结果事隔8年。伊朗现在核浓缩已经60%了，那请问是要退到哪一点然后核浓缩2017年人家都已经答应了，愿意放在俄罗斯，现在俄罗斯不愿意然后比如说要求伊朗不要发展导弹，这人家怎么可能答应你没有导弹不是谁被你打？所以不知道是什么诉求我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谈说什么你那个导弹不可以再发展，你在阿拉伯半岛的民兵你要撤出，你要干涉人家的国防的策略，这怎么谈？所以现在只有恐怖平衡就是你如果打我，那我就打你那伊朗已经准备好可以射2000公里的导弹，有5个基地在地下，那2000公里摆明就是要打以色列的嘛。那以色列自己都承认了，说他准备遭到500枚飞弹的空袭那真的要这样干吗？我是严重怀疑因为如果他用300-400枚飞弹集中打特拉维夫，我才不相信你以色列承受得住因为饱和攻击至少会有6到10%的飞弹会击中目标那以色列要这样做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是有点卡住了，那至于那个 AUKUS 啊，坦白讲，美国现在爽约啊，对澳大利亚来讲，搞不好是好消息啊，因为澳大利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军方的人员觉得他没有必要做核动力潜舰，他做核动力干嘛？就是配合拜登啊，准备把核动力潜舰开到台湾海峡。澳大利亚的防御区实际上就是印尼，还有太平洋、南太平洋嘛，做柴油潜舰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他搞不好乐见美国爽约啊，然后他就另外再去买柴油潜舰，因为他没有必要介入台海战争嘛。那澳大利亚距离台湾跟中国这么远，我干嘛把我的战略认为我要介入台海战争？我只要保住南太平洋啊，还有跟印尼周边的安全就可以了。所以他刚好有台阶下了，做柴油潜舰啊，你没有必要做核动力嘛。是，来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一题？我认为那伊朗啊，如果是美国要对伊朗实施先制攻击、先发攻击的话，那伊朗的如果它剩下的残存战力，因为它有地下化、有伪装，然后有分散屯储部署，所以美国对它的这些轰炸、渗透轰炸，可能所能够产生的效果还是有限。那伊朗剩下的这些，包含它的无人机，包含它的地对地的导弹，那对美军住在中东的这些军事设施以及以色列，那它会实施报复性的打击，因为双方就会你来我往。那伊朗的无人机跟它的弹道飞弹，它可以实施保护攻击，很快的就会把美国的萨德系统，还有爱国者飞弹的反弹系统消灭，就是我们讲消耗殆尽，因为它保护攻击都来了，要不要打？无人机要不要打？打，那个飞弹要不要打？打，那很快就消耗掉了。一消耗掉，那剩下的那伊朗还有剩下的这些无人机，大量的无人机，还有短程的地对地飞弹，这时候发射，这怎么办？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美国是有拦截的反弹的优势，但是伊朗有饱和攻击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数量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认为一来一往，美国还是所能够占的便宜，毕竟还是有限，毕竟会有一些战损，因为这个反弹系统的弹用差不多了，那被饱和攻击消耗了，那现在再往后面，它可能拦截的效果、拦截率都会降低。那这样以色列跟美军住在中东的军事设施都会受伊朗报复性的，我们讲的报复性的打击。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美国它会在深思熟虑，要不然美国早就动手了。美国在想的就是它要甘冒多大的代价，需要冒多大的风险。我认为这是美国是他所要去评估的。如果对他来讲是本小利多，那我认为美国会动手。所以美国是目前是筹措再三。那另外我们来看，那中国大陆对非洲的还有中东地区的投资增加了，他把欧洲的地方撤出来，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知道欧洲是能源，中国大陆是进口能源，所以他一定在中东地要多投资，因为它不管是石油也好，天然气也好，绝大的部分是从中东过来的，所以他到中东去投资，对中国大陆能源需求会越来越多。那这样的话，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其实看非洲，非洲呢，它都是发展中的国家，它的矿产是比较多的。中国大陆现在在发展经济，它也要需要这些矿产，锌矿、锡矿、镍矿、铜矿等等，都是中国大陆所需的。那刚好就是多投资到非洲，把这些矿产，然后运回到中国大陆去提炼，然后做它的这些，不管是军工产业或者一般的工业的设施，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半导体，都是这些需要这些相关的原料。所以中国大陆加领到非洲，但是非洲目前因为是开发中的国家，都需要的是资金，那中国大陆提供资金嘛，那一边提供资金，发达了起来了，中国大陆也得到了相关的这些矿产。所以中国大陆来看，这个互补性比较强的地方，是中国大陆最乐意投资的场所。是，来严老师。我想孙子不是现在才红啊。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读国际关系里头谈到战争，
都要读孙子的啊，所以孙子的英文翻译本，老早这个将军应该最熟悉，在美国的这个战争研究里头是必读的啊。然后就是说那个翻译的那个文字，大概孙子啊，他们美国人都讲孙记啊，然后他们讲到孙子，大概就是中国古代里头除了孔子就是孙子，哦，这个是第二个绝对比孟子要出名多了啊。第二个有名的，第二个有名的，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哇，这个怎么那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战略家啊，知道该怎么样来布局，该怎么样做，所以这一个是我不会认为说这是很新的东西，这已经有大概就是50-60年都在流行的那。大概慢慢大家会去看啊，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孙子啊？我必须要讲，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读到国际关系，那个时候在这个冷战期间，就是有这种这个对峙的情况，然后有这种这个就是我们讲3级体系、多级体系等等。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他说如果我会中文，把你们春秋战国，他好好研究一下。他说那个 paper 写不完了啊，他这个合纵连横，对，所以因为孙子在这个时代，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这种小国之间啊，知道该怎么都会让这个现代的国际关系体系非常受用，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喜欢去研究啊，不只是战争，而是说你的整个的大的战略，商业上也是，商业上也是哦，大家都喜欢去看。那我觉得在阿拉伯国家啊，如果受到欢迎，一点都不奇怪啊。那刚才将军也讲到，我自己做非洲研究，我就发现就是中国看到的非洲其实是看到的一个潜能啊，因为非洲现在台湾的人口中位数大概平均是42岁啊，非洲是18岁。所以非洲有很高的人口红利啊，还在继续成长。是，你看欧洲、亚洲啊，包括我们以前大家都认为说印度也慢慢停下来了，只有非洲还继续在成长。所以这个对未来中国大陆无论是投资也好，或者说卖东西，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卖新的东西过去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潜在的一个市场。那非洲也不至于说永远都这么穷。如果你今天看他们的现在的人口是超过中国，也超过印度啊，整个大陆是全世界第1多啊，那如果这个人口就像过去大家讲中国穷的时候，说只要有几%就够了，对，对不对？我们那时候以前就不是在讲说中国大陆只要有多少比例的这个中产阶级能够买东西，就已经很大的消费。那非洲同样也是这样。对，这个大家可以想一下哦，就是未来，因为已经讲了很久了啦，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哦，终究会发生。那另外我们来看看川普。他跟中国大陆的斗争可以说是明争暗斗哦，不断的在这个竞跟和。那中间来看呢，最近他又接受了媒体的访问，这是来自于 NBC 在昨天播出的专访。我们看到川普他有被问到跟习近平的通话哦，那记者有问他说，那习主席会来白宫吗？川普是这样讲，他说4月去中国，习近平在接近年底的时候会来美国，会不会来白宫呢？他说会的。他毫不犹豫说，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个国家，我们现在的关系非常好。可是呢，看起来是好来好去，那中间的竞争也是无时无刻的存在。包括美国的财长贝森特最近就说，黄金市场啊，一下子涨，一下子跌，出现了剧烈的波动，都是你中国害的，因为中国出现了混乱交易。他说中国是乱来，那可是呢，这个中间还有中国大陆，它有很多的武器啊，包括美债，它手上有很多。现在呢，传出来中国要求这些银行啊，减少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希望他们可以分散市场的风险，这样对这个美国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另外呢，世贸组织最近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红牌亮出来了，为什么呢 ？WTO 最近裁定的美国清洁能源补贴措施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要求美国要取消涉案的补贴措施，这是中国大陆去告的告赢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大家要看未来的 AI 都是我们说是未来最大的一个市场跟最大的一个人类的希望。那现在呢，中国大陆的 AI 可以说是进步的非常的快速，包括你看到这是字节跳动旗下最新的 C-Dance
2.0，它有一种很厉害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它是影片生成模型，它有一种像是导演级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一上线据说爆红，现在很多人去下载它，然后来生成影片，20秒其实60秒之内，它可以生成连贯多场的场景的一个短片，你只要可能把一些短片放进去，然后它就会用它自己的短剧、动漫、广告创作者都上去取经了哦，所以这是一个很快的事情。过去可能你要拍一部片，要有很多的摄影机，要有导演，要有很多的叙事的镜头，现在不用了，你只要下载这个软体，你很快的就可以拍出一个宫廷剧哦。你现在看到的画面，那另外呢？AI 的应用在阿里巴巴，我们看到呢新一代的模型 Qwing 3.5曝光了哦。我们看到这个业内也在猜，阿里巴巴千问新一代的基座模型 Qwing 3.5发布在即，那现在呢可以提交代码合并申请，而中国大陆的 AI 应用到底有多广呢？突破6亿人，普及率是42.8%，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普及率哦。那马斯克Elon Musk 预言 AI 竞赛最后有3强X， 还有 Google 跟中国国家队，他特别点出来。他认为中国大陆这个潜力非常大现在应用的也很广可能有国家的力量在支持，那也是在其对国家目标的高度关注。特斯拉现在确认了中国 AI 训练中心投入运作，聚焦辅助驾驶跟人工智慧的应用。特斯拉是 Elon Musk 的，那他现在把中国大陆的 AI 训练中心投入，那未来可能作为支援辅助驾驶功能的开发，所以你可以看到 AI 当然现在应用的面越来越广。来请教亮哥，马斯克这个是毫无公正性啊。那 OpenAI 在哪里啊？ChatGPT 不见了，他自己点3个，因为 XAI 把它干掉了，不就这意思吗？这种人讲话一点公道都没有，我不相信他会成功啊。那个中国大陆那个 C-Dance 真的非常特殊啦，他等于是站在导演的角度那他为什么特殊呢？因为我们比较知道的是那个 Sora 嘛，对不对？那 Sora 它主要是把一个影像做到最好那它这个是可以同时输入不同的文档，包括图片、视频、音频，还有本文文字也可以就同时输进去。对，然后你就可以叫它帮你编出分镜镜头。那我们本来那个人工智能帮你拍出来，就是你会断点嘛，对对，你那个主角会不连贯，那他会帮你拍成一个短片这样，然后你上传可以有12个参考文件，然后就叫他根据12个参考文件然后他就会帮你弄出动作的节奏啦，那每一个镜头的语言啦、角色的细节啦，还有音乐的氛围。所以他为什么说是导演角度？这根本就在拍片嘛。对啊，这个全世界这个应该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它是字节跳动下面有一个叫极梦，极梦本来就是在拍视频的，这个是极梦新的一个产品感觉很厉害。听说连那个黑悟空那个导演看到也吓一跳，说没想到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了那总之啦，反正马斯克这一点我倒同意了，说谷歌跟中国国家队，那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啦可能是 ChatGPT 啦，应该不是你的 XAI 啦就是3强鼎立这样那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啦，它都是开源的，所以人家可以借用帮你的那个公司来设那个你专属的自己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软件那这个川普我觉得讲话听听就好了，因为2个礼拜前我们还听说美国官员放的话说习近平回访是8到9月那你现在怎么说年底了年底不是选完了，那他怎么能够帮你创造利多？其中选举对不对？而年底他本来就要去，因为有G20嘛，等等，对，有一些会，美国今年好像是 APEC 的主办国嘛，对，所以本来他就会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搞混了啦。
就是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对川普提出4月的邀请，都是美国自己说的。我觉得中国大陆非常谨慎啊，因为我也不知道高市早苗3月19号去美国跟你会谈出什么，不知道。或者现在还有2个月嘛，你2个月美国会做出什么新的动作？比如说前天不是又传出，美国有鹰派的军方啊，说还要再卖台湾200亿美元的军购，对，大概6000亿台币的军购，对不对？那个大陆不是立刻有官员就出来讲，说呢，川普4月访华可能会有障碍，对，有看到报道，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还在博弈之间啊，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了那中国不断的买黄金啊，估计是不会停止了，不会停。他到现在才买了2400吨，美国是8000多吨，你觉得这合理吗？还赶不上呢，太远了啦，还要继续买。我跟你讲，中国大陆至少要买到4000吨了，所以金价还会涨吗？请大妈出手，对100%啦，100%哈，大家有听到这个只是不一定是一路涨啊，会有波动啊，就长期看起来还是会涨，还是要涨。好，大家这个听到这一点就够本了，来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严老师，怎么看包括 AI 的竞逐？我还是讲一下川普啊，就是川普啊，现在他所有的动作，其实啊都是在分散国内注意力，在他的这个 Epstein 档案里头。因为这个 Epstein 档案出来，我觉得不只是他嘛，你看他政府里头，包括鲁特尼克，共和党的议员都叫鲁特尼克要下台了我觉得这个状况其实是蛮严重，会一路烧下去。就像我们刚刚在这个中间讨论军售台湾的，这是一个我们的对这个国民党可能是一个蛮重的议题。那同样的，你今天 Epstein 这个档案对美国共和党的选情会非常的不利。所以川普现在做所有的动作，包括谈到他跟中国的关系，包括他可能要跟金正恩又要再碰了，或者什么丢出一大堆东西，就是希望甚至说转移焦点，就是甚至丢出我们讲那个奥巴马夫妇变成猴子的那个影片，那些都是为了要分散注意力、转移焦点那其实今年你说回访的时间，因为年底这个G20 在迈阿密举行嘛，那所以 G20 是习近平会去的，APEC 是习近平会去，所以他们不只是就是访问这个川普4月份如果去访问的话会碰，然后年底顺便可能来 APEC 来亚洲的时候，他可能会再去一次，但是我觉得至少这个习近平访问美国这个时间点，我认为一定会搭在 APEC 在迈阿密，不是G20在迈阿密，然后就做一个比较可能正式一点的国事访问。这2个人现在就决定了很多世界上的事情，对，包括我觉得包括大陆在 AI 上面的发展，川普要怎么回应？目前看起来，川普把马斯克踢出了政府之后，我觉得他在这一个领域上面其实是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大战略。就是美国的，当然美国这个私人公司很强的，就自己会找出路，但是你政府要有一个方向，那跟中国在这一方面由国家来打国家队，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差距。那我也希望看到美国稍微有点整合吧，你们不能不整合。川普问题是他太多事情要做，然后到底他脑筋现在行不行，我们也不知道。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将军怎么看川普？那川普他在说这个美中关系良好，就在营造气氛嘛。因为4月他就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你看他现在就有点在向媒体示好，就是说，他跟习近平的
关系不错，他经常有时挂在嘴边，有事没事说一说。然后现在呢，第一次讲呢，就是说世界最强大的2个国家。以前不会这样讲，这个世界最强大的2个国家，实际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美国，他不会把这个中国大陆现在提出来了。那换句话，这个也是示好。第2个示好，我的第3个示好啊，他现在啊，不太去谈这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种贸易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关税啊，提高关税，不太提了，以前经常提。要跟中国大陆要加多少关税？哎，最近几个月怎么不提加关税了？营造气氛很清楚，因为那个习近平跟那个川普讲了，现在到2月已经买了1200万吨的大豆，说每一年啊，从2026年到2028年呢，每一年都要买2500万吨的大豆。你这个川普一看那生意进来了，他还会讲硬话吗？现在开始讲软话了嘛，对不对？那个来看，那现在。这个美国在这个跟欧洲的关系也不好，为了这个乌克兰战争，为了隔离南的问题，也为了关税的问题，搞不好嘛。那现在美国当然就是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弄好啊，不然你全世界都没弄好啊，包括跟俄罗斯关系没弄好啊。那现在就是跟中国大陆，所以我认为它有一种补偿的作用，从中国大陆来找一个补偿，表示说川普在外交这方面的能力还是很